综艺上，我偷抹眼角。弟，我一直觉得咱妈有点偏心。你看，你有银镯子，我就没有。顶流亲弟瞪大了眼睛，这银镯子难道不是小时候你戴腻了扔给我的吗？你当时还换走了我没带热乎的观音吊坠，咱妈还录了视频。一时间，弹幕的骂战停止了，纷纷开始刷屏。哥，我有个朋友临走前想看看那个视频。正文开始，我周之离，圈内的恶毒女配专业户。前不久，我出演的一部现偶剧大爆，而演男主的恶毒姐姐的我直接被骂上热搜。骂着骂着，我就多了个外号恶毒姐。上热搜后的隔天，我收到了一档直播综艺的邀约。我不解，我都被黑成这样了，还有节目组敢请我？经纪人宋姐，大概是看上了这泼天的流量吧。听说你弟黎之周也接了这档综艺，那演女主的人月估计也接了，你就当熟人团建吧。我乖巧点头。JPG， 有黎之周这个家生仆人在，稳稳的很安心。综艺录制当天，我才出场，弹幕就被黑粉刷了满屏。哟，恶毒姐来了，不想看恶毒姐。恶毒姐能不能离我家周哥远点？周之离除了脸，戏里戏外看起来都讨厌。无视前方大屏幕上的黑屏，我把视线转移到了身边黎之周的身上。忽的一抹银色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是一个款式别致的银镯子，就是看着有点眼熟。我想起了周女士前2天给我发的图片，问我图片里那个镯子的款式好不好看。我还以为周女士是打算买给我的呢，原来是买给黎之周的呀。姐，你该不会是看到黑屏难过了吧？黎之周压低了声音在耳边响起。我回过神来，看着黎之周那明显担心的样子，突然就想逗逗他。我抬手抹了抹眼角不存在的眼泪，不是因为这个。弟呀，你觉不觉得咱妈有点偏心？黎之周愣了半晌，附和点头。是有点，是吧？你也觉得？你看，我边说边指向他的手腕，你有银镯子，我就没有。黎之周大惊失色，这银镯子难道不是你小时候戴腻了扔给我的吗？你当时还换走了我没带热乎的观音吊坠，咱妈还录了视频，你可别想狡辩。我怎么可能？小时候那个尺寸早就不合适了吧？就是他给你新买的，别瞒了。黎之周更急了，这是小时候那个镯子熔了重新打的，妈妈说她还问过你喜不喜欢的，你说一般般，她才给我的。最后这一句，黎之周声音大了不少，引得其他几位嘉宾频频朝我们看来。任月最先开了口，周哥，你和之离是亲兄妹啊？黎之周声音闷闷地答道，不是兄妹，是姐弟。任月哇了一声，你们藏得也太深了吧？说着他又看向我，不过之离，你和周哥怎么不是同一个姓？我淡笑，因为我跟妈妈姓。随着工作人员进来颁发任务，这个话题也随之终止。做任务过程中，我接收到了来自亲弟幽怨的眼神，我朝他挑了挑眉，怎么啦？黎之周，等节目结束了，我要找咱妈要视频录像，然后曝光你。我含糊应道，我猜妈妈不会给你的。傻孩子，这么多年了，还没认清自己在家里的家庭地位吗？节目直播弹幕这边，在得知我和黎之周是亲姐弟时，骂战停止了。不是，我还说周之离新剧演技看着更好了，感情是本色出演啊。戏里演亲姐弟，戏外也是亲姐弟，会不会是炒作？别的不说，就想知道黎之周什么时候曝光视频。周哥，我有个朋友临走前想看看那个视频，+1+10086。本来我和黎之周是亲姐弟这事也就挂了个热搜榜尾。在节目直播结束后，我拿回手机一看，6啊，水灵灵的挂上榜首了。还没来得及细看，经纪人宋姐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之离，你老实告诉姐，你除了你弟和徐影帝，小时候还抢过谁的东西？徐影帝？谁？刚结束打工人的一天，我脑子没转过来。宋姐声音激动，徐婉意呀，800年不发一次微博的男人，难得发一回就是控诉你小时候抢了人家的东西。啊，对了，他还把你小时候拿手镯换你弟观音吊坠的录像放出来了。不是，他有病吧？怎么还揭人黑历史呢？还有周女士，怎么能就这样随随便便把录像给出去啊？没有跟宋姐细说，挂了电话后，我火速打开了微博，找到徐婉意下午发的微博。徐婉意凑巧在周阿姨家问了录像的事，阿姨直接拿出来让我看了。话说某人还记得小时候跟我换了什么吗？周之离，底下评论很是热闹，除了徐婉意粉丝前排打卡控评的，更多的是看了直播综艺的吃瓜路人在上蹿下跳。所以一哥，你能分享一下那个录像吗？想看录像？难道没人好奇周之离抢啊不换了一哥什么吗？楼上的我也好奇，他俩这算什么？青梅竹马了吧？开科。这条微博发出半小时后，徐婉意再次更新了一则视频，配文：趁某人还在录节目，快看。我点开视频，开头就听到了周女士的声音，梨子宝宝看妈妈这里。镜头移动过去，出现了一个穿着小羊裙盘公主头的小女孩。小女孩只看了一眼，镜头就移开，继续回头去跟对面稍小点的男孩讲话。眼看着小时候的自己成功忽悠到黎之周的观音吊坠后，我关掉视频，没眼看，简直没眼看。再看一遍，还是会感叹怎么会有黎之周这么好忽悠的弟弟。忽的，手机震动了下，上方弹出绿泡泡对话框，是徐婉意。徐婉意，下班了吗？徐婉意。小狗探头 JPG 看着这2条消息，我心情很是复杂。现在让徐婉意删录像视频已经来不及了，私底下肯定满天飞了。我的形象啊，这下真要把恶毒姐的名头坐实了。想到这，我愤愤打字：你是想死吗，徐婉意？想让我退圈你就直说，大可不必揭黑历史。还有，我可不记得小时候跟你换过什么。滴滴几声，对面的消息弹出：徐婉意，我怎么是揭你黑历史呢？你看大家都在笑小周好忽悠。徐婉意想不起来就算了吧。徐婉意在你家楼下，想请你吃饭赔罪，赏脸吗，大小姐？看到徐婉意说请吃饭，我的气瞬间消了大半。至于小时候换她东西什么，直接被我抛至九霄云外。1个小时后，我全副武装上了徐婉意的迈巴赫。车门关上后，我边系安全带边看向驾驶座的男人。简单的白衬衣黑裤，凌乱的碎发也丝毫不影响那张鬼斧神工的脸的美貌。就是你连个帽子都不戴，就这么停我家楼下了，被拍你就完蛋了。徐婉意轻笑，怕什么？不就是传绯闻，和你的话也不是不可以。我晃动食指，
那可不好说是和谁，没准他们直接把我的脸打码，光放你的。去年和黎之洲同个片场拍戏时，我俩就因为一起上下班，同进同出被拍了。放瓜的狗仔起了个极好的标题，疑似黎之洲恋情，图片里我的脸直接被码掉了。后来有粉丝扒出是我，起了好大一波节奏，怎么澄清也都还有乱磕的。不过我想，今天在综艺上意外爆出我和黎之洲是亲姐弟这事后，应该没有粉丝会乱磕了吧？收回思绪，我打开了消消乐，准备打发时间。中途我随口问了一句徐婉意，听说你最近在选新剧本，什么时候进组？等红绿灯的间隙，他侧头瞥了我一眼。知离，你消息不太灵通啊？什么意思？徐婉意挽了挽白衬衣的袖子，轻声答道：短期内我都不会进组了，因为我接了你那档直播综艺的临时嘉宾邀约。听到这话，我停住玩游戏的动作，看向他。什么时候接的？就等你下楼那会，怎么样？惊喜吗？谢邀，只有惊吓没有惊喜。直到综艺的第2期开录时，看到徐婉意的出现，我才真的相信他没骗我。他出场时，场上嘉宾们脸色各异，有惊讶的，有惊喜的，还有一些吃瓜的眼神落到我和黎之洲身上。其中黎之洲是最惊讶的那个。一哥他怎么来了？节目组也太能藏了吧，我根本没收到消息。而坐在他对面的人月则是惊喜的那个。我也是回想当年和一哥合作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边说着，他的目光移到徐婉意身上，不知道之后有没有和一哥二搭的机会。徐婉意在我左手边的空位落座，淡道：不好意思，短时间内没有进组计划。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和徐婉意打招呼。就这么一会时间，弹幕上的网友们就已经磕疯了。也轻回，谁懂我的任意 CP？ 任意 CP 真的是古早白月光 CP 了。当年这对逼后我哭了好久，真的很久没看人月和徐婉意他俩同框了。一哥这话是有二搭可能吧？求二搭吧，就当是为了我。当然也有反驳的 ，CPF 能不能别跳了？一哥早就说过要分清剧里和现实，都多少年了，还提个锤子啊？能不能2加个字好？不能磕任意 CP， 那能不能磕周之离和一哥？我也想磕青梅竹马，楼上和楼上也滚粗。简单寒暄过后，节目组的工作人员适时出现走流程颁发今日任务，嘉宾们自由2组队后抽签，抽到的金额就是今天一整天的路费和游玩古城的费用。最终古城内打卡景点数量最多的队伍胜出。听到要组队的瞬间，我的左手右手同时被拉住，我把疑惑的眼神投向左右2人。黎之洲先发制人，姐，你就和我一队吧，咱俩姐弟齐心齐力断金，一定是今天胜利的队伍。徐婉意不紧不慢道：小周，不是我想和你抢，你其实比较适合和人月一队，正好途中还能宣传你们的在播剧。黎之洲没松口，我姐没有我照顾，她会不习惯的。停，打住！我说你们能不能管管我的死活？眼看徐婉意就要张口，我连忙叫停，生怕她嘴里又随便说出类似传绯闻是你的话，也不是不可以这样的鬼话。而且2人一拉一扯的，再不出声我真怕手被扯脱臼。另外5个嘉宾的其中4个已经组好队，只剩下落单的人月。他适时凑近我们，柔声道：一哥，不如还是我们组队吧。知洲和知离他们姐弟组队挺好的。徐婉意没回答，眼神落在我身上，似在询问我怎么想的。没犹豫半会儿，我果断拉起了黎之洲的手，我想和小周一队。话落，徐婉意眼中闪过一丝不明的情愫，还来不及分辨，就被他低垂的长长的睫毛藏进眼底。所有人成功组队后，节目组派人送上了抽签的盒子，开始抽取今天队伍的活动经费。经费最多的队伍需要推迟1个小时出发，反之经费最少的队伍可以提前1个小时出发。很快，3支队伍都完成了抽签。公布结果后，我和黎之洲这组经费是最多的，而人月和徐婉意那组则是最少的。黎之洲激动地抓住我的胳膊摇晃：姐，我就知道和你一队肯定是运气最好的。旁边的人月看着签子上的金额叹了口气：一哥，看来今天的我们要更加努力了。徐婉意不知道在想什么，从组队之后看着就有点蔫巴巴的。人月又喊了他一声：一哥，他这才回过神来。走吧，我们尽量在路费上面缩减一下。眼看另外2个队伍陆续离开1小时后，黎之洲也催促着我出发。姐，咱们也走吧。好。临出发前，我看了眼弹幕，好耶，我的任意 CP 组队了，感恩恶毒姐。黎之洲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姐控，感觉周之离做什么他都能夸。一哥不对劲啊，从周之离拒绝他组队那里开始就怪怪的，该不会是因为周之离拒绝他 emo 了吧？楼上我觉得真有可能，所以徐婉意那蔫巴巴的样子是 emo 了？不能够吧？因为经费充足的原因，在选择去古城的交通方式上我没有过多纠结，直接选择了打车。到达古城时还是晚了点，另外2组队伍已经领过古城地图，开始做任务打卡了。黎之洲不甘示弱，拉着我的手就跑了起来。快，姐，咱们可不能输！紧接着整个下午，我感觉我和黎之洲就像2阵风，一下从路口的这边刮到了尽头，又从这一边刮向另一边，偶尔几次从人月和徐婉意的身边掠过，我甚至能听到人月的惊呼声。知离和知洲他们也太拼了吧！跑太快的原因，我没听到徐婉意的回答。等到傍晚集合时，不出所料的，我和黎之洲这组是打卡最多的队伍，成功拿下了节目的奖励。第2期的录制也由此落下帷幕。刚拿回自己的手机，我就收到了周女士发来的信息：梨子宝宝今晚收工了，记得和小周一起回家吃饭，妈妈研发了新菜。对了，我看婉意也和你在一起录节目，叫上她一起来家里吃饭吧。我抬头看向不远处在和人月说着什么的徐婉意，走过去。徐婉意，妈妈让我喊你一起去家里吃饭，她说她研发了新菜。后半句我音调拉得特别长，我觉得徐婉意应该能懂我的意思，毕竟她当年也是替周女士是新菜的受害者之一。果不其然，她的脸肉眼可见更垮了。我有拒绝的机会吗？我摇摇头，没有。想什么呢？周女士今天就算不特地叮嘱，我都要把她带回家去的。是朋友，当然要有难同享吗？晚饭过后，借着消食散步的机会，我问了徐婉意憋了一个下午的问题。徐婉意，你下午是不是生气我不和你组队？没有得到回答。走出去好一段路后，我才发现徐婉意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留在了原地。
忽的树梢枝叶晃动，有微风拂过，徐婉一闷而沉的嗓音随风掠过耳畔，没有生气，但有一点点难过。周之离，这么多年了，你真的没有一点点喜欢我吗？为什么总在把我往别人怀里推？话题跳转太快，我下意识问道。什么意思？我说我喜欢你很多年了。不知怎地，听着徐婉意的一字一句，胸腔某处好像在加速跳动，脑子也在这一刻乱成浆糊。徐婉意喜欢我吗？可我们不等我把话说完，他快步走进我身前，从衣领处扯出来一个黑绳系着的平安扣。周之离，这枚平安扣是那年用一个如意玉牌跟你换的。你说这枚平安扣是周阿姨给她最爱的小孩的，你把它给我，代表着把她的爱也分享给了我。那么你呢，周之离，你的爱能不能也给我一点？我可以用我拥有的所有财产来交换。看着那枚平安扣，混乱的思绪把我拉回到了13岁那年。徐婉意的母亲因病去世，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多天不吃不喝，直到她母亲葬礼那天才走出房间。周女士担心她的身体，把我和黎之周赶到徐婉意身边，让我们多陪陪她，也劝她至少吃点东西。那天的我使尽所有的招数，也只让徐婉意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晚上离开前，我摘下脖子上周女士前不久才给我挂上的平安扣，递给她。周女士说是保平安的，送你。徐婉意声音沙哑，为什么给我？因为周女士说这枚平安扣是给她最爱的小孩的，所以我想把这份爱分享给你，你收着，以后你也是周女士最爱的小孩。说着，我伸手抱了抱她。徐婉意，不要难过，我们一直在。沉默许久，徐婉意垂头，从脖子上取下一枚如意玉牌。她把如意玉牌放进我手心的同时，取走了那枚平安扣。那就当互换。说好了，你一直在。最后那句话，当年的我根本没放在心上，如今回味起来，分明就是我听周女士的，把她当家人，而徐婉意想当我的爱人。她高中大学那会儿硬要跟我填同个志愿时，我还以为她是被黎之周传染成我的跟屁虫了。每年变着花样送来的生日礼物，黎之周问她为什么没那么用心，徐婉意也只是说不一样。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曾经的回忆像幻灯片在脑海里播放，桩桩件件，徐婉意的喜欢好像都有迹可循。回过神后，看着还站在原地等我回答的徐婉意，我很没出息的逃走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应徐婉意的表白，迫切需要一个可倾诉的入口。于是我找上了周女士。听完我说的话后，周女士脸上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妈妈，你该不会早就猜到了吧？周女士挑眉，这么多年她对你那副殷勤样，都快把喜欢你这件事写脸上了，也就梨子你一直没发现了。不过嘛，我也是没想到她能忍这么多年都不说。我紧了紧怀中的抱枕。可是妈妈，你不是一直说要把徐婉意当一家人吗？我没想过她会喜欢我。周女士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轻声道，这不冲突的呀，宝贝，如果你们结婚，他成了你的丈夫，我的女婿，我们不还是一家人吗？但是要不要接受他的告白，还是要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如果真的不喜欢，那就和婉意说清楚，不要觉得拒绝了会影响两家人关系什么的。爸爸妈妈永远站在你这边。第二天一早，还不等我想清楚，就接到了宋姐的夺命连环催。之离，你现在在哪？环山别墅，我父母这边。怎么了？听到答案，电话那头的宋姐像是松了口气。那就好，你这几天先别回你那小公寓了。你想想你最近跟谁有过节，凌晨那会网上突然出现了你的大波黑料，我怀疑有人恶意针对你。最后挂断电话时，所剩不多的瞌睡虫也跑光了。我点开微博，开始查看宋姐说的那些黑料。最早是凌晨1点大会，几个群演发布的视频，实名指证我搞片场霸凌，说我比起戏里演的过分的不止一星半点。在井号周之离片场霸凌井号这个话题的讨论度上来后，对方很快放出了新的黑料通稿，扒一扒片场80恶毒姐，还有记得他说和某顶流亲姐弟但不同姓的原因的吗？说什么随母姓都是假的，真相是他只是黎家的养女，拿不到黎家半分家产。有图有证据啊，如果有他继承的份，应该不会这么上赶着去勾搭徐，想攀高枝一跃成为豪门继承人夫人的心思，人尽皆知啊。被偷拍的配图恰恰好就是徐婉意赔罪请吃饭的那次。天杀的狗仔，放我高清图但给徐婉意的脸模糊什么意思？底下的评论不少是在骂我什么时候退圈的。天，毒姐这心思那个无人能及了吧？就想问，毒姐什么时候滚出娱乐圈？退圈之前能不能先给那几个群演道歉？片场恶心死了，有点像尬黑。周之离和黎之周之间的相处看起来很明显就是亲姐弟，而且他和徐婉意是青梅竹马吧？勾搭啥呀？楼上的眼见不一定为真，保不准就是周拉着炒作。一趟评论翻下来，我感觉我都快气笑了。片场霸凌不是亲生是养女，勾搭徐婉意真是全方位往我头上扣黑锅了。背后那个人得是多恨我呀！忍一时越想越气，我点开编辑就开始打字。首先，片场霸凌这么大一口锅我可背不动，再试图污蔑我将会采取法律手段维权。其次，我是黎家养女没继承权。黑之前您要不先去搜搜我家公司呢？它叫周氏集团，在我们家随母姓的才有继承权。最后，原来你们圈内人都爱把好友见面说成勾搭呀，果然心脏的看什么都是脏的。发布成功后，我就退出了微博，开始翻通讯录联系律师。他敢黑，我就敢一个个告过去。反正姐有钱有时间，我耗死你都行。吃早餐的间隙，黎之周骂骂咧咧的从楼上下来了。这群人吃饱了撑了吧？居然质疑我们不是亲姐弟，不行，我也得发个声明，骂我姐算什么？有本事来骂我！看着在餐桌前坐下后还在手机上打字舌战群儒的黎之周，我敲了敲桌子，提醒道：好了，先吃早饭，我已经联系律师了，造谣的一个都跑不了。黎之周头也不抬，不行，那些评论看得我不对不舒服。说完没2分钟，他突然站了起来，把手机页面递到我面前。我去姐，你和一哥这算什么？官宣？不对，你俩什么时候谈恋爱的？手机页面上赫然是徐婉意的微博，他引用了那条黑我攀高枝勾搭他的黑贴，并回复：不是他想攀我的高枝，而是我想攀他的。底下迅速赶到吃瓜现场的网友们全傻眼了，我明明是来吃瓜的，却被踹了一脚。不是一哥，你被盗号了吗？应该是本人，之前在综艺上就能看出点不对劲了。好，进来就被喂了满嘴的狗粮，我就知道我磕的青梅竹马有戏。
看完后，我推开对到眼前的手机，不是官宣，也没谈恋爱。黎志洲反应很快，那就是一哥还在追你喽。不想再听黎志洲的喋喋不休，我夹了个包子就往他嘴里塞。吃早饭吧，赶紧的闭嘴。姐，我错了。结束早饭的插曲后，我去了隔壁别墅一趟。进门时，徐叔叔正在院子里照料他的花花草草。陪着徐叔叔闲聊了一会儿，我就找借口上了别墅2楼找徐婉意。徐婉意，我们谈谈。徐婉意倚在门边，双手抱胸，紧抿双唇。如果是拒绝的答案，不必说了，你直接回去吧。我连忙解释，不是拒绝。昨天你问我有没有一点点喜欢你，答案是有，但真的只有一点点。昨晚徐婉意一字一句告白时，掩藏不住加速跳动的心脏让我没办法否认那点喜欢。徐婉意紧抿的双唇松开，漆黑的双眸带上了零星笑意。一点点也行，我努力让你更喜欢我多一点点，争取有朝一日成功攀上黎黎这只高枝。那你加油，徐婉意先生。把话说开后，我感觉心里一直挂着的大石头终于落地，转而聊起了其他话题。徐婉意，你看到那个偷拍图了吗？这事你得负一半责任，当初你要戴个帽子口罩，就不会在餐馆停车场被认出来了。徐婉意，我的错，已经让人去查放照片的人了。你那个公寓地址被泄露，估计之后不能再住那边了。你后面怎么打算？这倒是提醒我了，把名下房产都过了一遍后，好像都没有太合适的，到时候再看吧。反正这段时间我就住环山别墅这边了。手机震动声在这时响起，来电人是宋姐。我滑动接起，怎么了，宋姐？支离，我这边查到谁放的黑料了，你绝对想不到是谁，任月吧？除了他，我也想不到别人了。第2期综艺的时候，他很明显想借机二搭徐婉意，再吃一次 CPF 红利，而刚好那天的我妨碍并破坏了他的计划，还真让你猜对了，我真是瞎了眼了，还以为任月这种咖位的不至于干这种事，谁知道玩起来比谁都黑。你这边怎么打算支离？我把玩这一缕头发，漫不经心道，直接发声明，然后告他呗，真当我周支离是软柿子，很好捏啊。好，我这边去安排。挂断电话后，我看向还在一旁站着的徐婉意，嗔怪道，查出来了是任月，都怪你答应上什么节目。徐婉意，你得补偿我。徐婉意浅笑，什么补偿？今年想要特别一点的生日礼物。行。所有的事情告一段落后，我和徐婉意在第5期综艺里组队的片段被剪刀手剪辑出圈，吸引了大批 CP 粉的同时，我和徐婉意的名字又齐齐挂上了热搜。原来是有 CP 粉在扒我们之前的糖试图产粮的时候，发现我演的女二角色中为数不多有官配的，全让徐婉意演上了。井号徐婉意，你别太爱支离了。井号词条底下网友辣评，一哥你真的别太爱了。我不信邪，翻完了周支离所有的女二剧，有官配真的全是徐婉意。今天也是磕到离异 CP 的一天，这不是爱是什么？我先磕为敬啊！我没忍住，把帖子转发给了徐婉意。所以你真的是特意演了我所有的官配角色吗？徐婉意，你不会才发现吧？徐婉意，你难道就没想过我几乎全男主剧，一到了你演的戏就接男二了吗？梨子，想过，我以为你没抢过别人，所以只能演男二。徐婉意，周支离，哥有时候真的恨你是块木头。徐婉意，小狗生气 JPG 梨子，哄哄能好不？不能不要了。徐婉意，周支离，你真的没有心。看着徐婉意最新回复过来的消息，我没忍住笑出声，之前怎么就没发现她这么不经动呢？一旁盯着我做造型的周女士见状，问道，和婉意那孩子在一起了？我摆摆手，还没呢，妈妈，我可不打算那么轻易答应当她女朋友，至少看过今晚的生日礼物再说吧。不过惊喜就在晾她1年。生日宴开始的前1个半小时，徐婉意突然闯进了休息室，拉起我就往外跑。刚好跑上楼顶时，满天的烟花在眼前炸开，像是宇宙的星辰在黑夜里绽放。而在烟花声中，把我带上来的罪魁祸首再一次告白：周支离，生日快乐！新的1岁，希望你依旧热烈明媚，而我也依旧爱你。听说烟火里告白成功率会增加，你觉得我今天的成功率能有100%吗？我想有的。说完，我踮脚亲吻了她的脸颊。番外剧场1，得知我和徐婉意在一起后，爸爸突然就看徐婉意不太顺眼了。平时碰上徐婉意有空陪她下棋就高兴得很的老头，也提不起兴趣了。询问过周女士后，我才知道她是接受不了徐婉意从好友的儿子变成了拱自己女儿这颗白菜的猪。周女士最后感叹：婉意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爸可没那么容易松口认这个女婿，除非他真能做到把所有的财产都转让给你。我叹了口气，妈妈，他已经赚了，除了徐氏，他其他的在确认关系的第2天就转我名下了。周女士惊讶：真赚了？我点点头，半点假话都没有。徐婉意亲自握着我的手签的字，徐氏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差点也签了，不得了了，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恋爱脑。我跟你爸还是婚后才把财产全转我名下的。果不其然，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的第2天，徐婉意再上门来，我爸看她的脸色真的好多了。过后我跟徐婉意提起时，她有些蠢蠢欲动，宝宝，要不今晚咱们还是把那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也签了吧，这样黎叔叔也能更放心我们交往。番外剧场2，我是徐婉意。14岁那年，妈妈因病永久离开时，周遭的世界好像一下子就暗下来了。我躲在房间里，把自己蒙在被子里，企图自欺欺人妈妈还在。直到她下葬那天，我被强制拉出房间，才真正接受了我以后都没有妈妈了的事实。葬礼过后，我又躲回了房间里，继续颓废。而那天，周支离来了，他一把拉开了窗帘，照亮了长达10来天没有透光的房间，隐约的有那么一丝光，也从裂缝照进了我黑暗一片的世界。我知道他是受长辈之托来安慰我的，所以我尽力想向他表达我其实挺好的，结果只能扯出一个让他也跟着难过的笑容。把平安扣摘下来给我之前，我看到了他眼底的不舍，但最后他还是摘下来递到了我的面前。他说，周女士说这枚平安扣是给她最爱的小孩的，所以我想把这份爱分享给你，你收着，以后你也是周女士最爱的小孩。所以作为补偿，我把妈妈送我的如意玉牌互换给了她，希望周支离今后事事如意。事后得知此事的周阿姨什么也没说，只是那之后但凡离之周有的东西也永远有我一份。
他们全家出门旅游时，也一次不落地把我带上。18岁那年，我确定了对周之离那份异样的情愫就是喜欢。我开始喜欢上事事跟着周之离身后跑，包括进娱乐圈拍戏。他爱演女二，我就尽力演上他演的女二的官配角色。可惜周之离就是块木头，根本不开窍。每一次搭戏，他都觉得好巧哎，咱俩又演对手戏。终于，我好像等到了木头开窍，也还好，没有把他吓跑。只有一点点喜欢也没关系，时间久了，谁又说不会积少成多呢？全文完。